乡良食，我其实在做邻乡良食之前，我是企业的 CSR 顾问，就企业社会责任的顾问。所以我们做邻乡良食，我一开始就定位就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们是看到企业的需求，我们看到企业团体，不管是外商或上市柜公司，他们都希望他们并且手中又握有一些资源，希望把这些资源能够回馈到在地的偏乡或者是需要帮助的社区团体当中，可是却没有人能帮他们做。我的一位客户在有一次我们的会议当中，就把我们几个顾问都找去，然后就说他们那客户其实就是中华电信，因为他们其实在全国各个乡镇都有很多它的据点，就算没有营运的办公室，也有他们的机房，所以他们的车子其实工程车一直都在巡回各个偏乡角落，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他们，只要有电话有网络的地方就有他们。然后，可是他们其实最适合来做这样子的偏乡回馈的工作，因为在企业社会责任里面有一个领域，就是你的在地社区的参与跟关怀。在这一项领域当中，每一个企业，其实企业社会责任它的一个精神就是，你要每一年都要持续改善，并且都要记录你在这个领域的成效，并且要持续的越做越好，投入的资源越来越多。可是中华电信它 CSR 的主管就跟我们说，他们一直想做，他们也觉得他们是全台湾最有资格做这样子工作的一家公司，可是他们却做不到。为什么？他们其实有很多钱，他们也有很多人，可是他们做不到。最主要原因是，第一个，公司请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职务在身上。不可能让这个公司的花钱来雇佣的这一个人，花很多时间去了解偏乡的需要，甚至在他们当中生活，然后特别去照顾某一群人的需要。他们没有人是公司请花钱来是专门就要去做这件事。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们就算已经确定了要帮助的对象，那谁又来做内部的跨部门的沟通整合？也还是没有。你很多公司其实越大的公司，他们就越有一个现象，就是你要做跨部门整合越困难，所以他们一直都做不到这件事情。他们虽然有基金会，在他们的公司每个礼拜五也都有一个市集，然后可是他们市集，我去问过他们基金会的承办人员，他们说只有第一次他们是找真正需要帮助的小农来摆摊，来卖农产品。可是，在那一次之后，他们就决定不要再找这些小农来了，因为品质很难，品质、包装、运送、交期，每一项都很难跟他沟通，因为他们没有花时间，没有办法花太多时间跟他们生活，所以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理念，他们员工所需要的要求，大概传达给这些农民们，所以他们合作过一次就决定放弃。那在那次会议之后，我就跟我的伙伴，然后跟他直接打电话给他，然后我就跟他说了这个状况，然后问他说，那有没有一个方式可以解决？所以后来才有了邻乡良食。我们就把邻乡良食概念就在那一次会议之后，我就去找我伙伴，然后去把它讨论出来，然后接下来就做了一个我们创业计划的雏形。所以我们当初一开始就做2件事情。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帮助的是非常需要帮助的偏乡的农民。我说的是需要，是我们有明确的定义他们的收入，我们会去评估他们的收入，然后确定他们是在收入是在当地是在平均水准以下的。然后另外一个重点，邻乡良食的重点就是我们是对企业团体。所以一般消费者要购买到邻乡良食的东西不容易，我们大部分都是为企业团体量身定做的。每一个企业团体，他们想跟偏乡或在地社区做结合，都应该有独特的方式，都应该有各自的特色。我们不应该限制他们每一家公司，他们要有独特的想法，或者是他们想要跟自己的本业主要的营运活动结合。CSR 精神也是希望说，企业社会责任的精神也是希望企业在做社区回馈关怀的时候，能够跟自己的本业
能够跟自己的主要营运活动做结合。因为刚刚一开始有提到，企业社会责任要求是长久持续，然后还要有追踪它的绩效。如果企业不做做的事情跟自己的绩效、跟自己的主要营业活动没相关的话，那就做不久。比如说，有很多社福团体，他们会推出各种的捐款计划或资助计划，要大家去捐款，或者是认某些单位。可是就会遇到的问题是，第一个，我这间公司去参加这个社福团体的这个计划，那跟那间公司我在CSR比赛的时候都是竞争对手，那他也去买一样的计划，那我到底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的钱花下去好像做不出特色来，做不出特色，做不出绩效。还有一点就是社福团体它不会让你去指定他要帮助，我要帮助对象是谁。比如我曾经在一间企业跟一个社福团体来开会，因为他们找我跟那间社福团体一起去讨论要帮助偏乡学童改善营养这件事情。那个社福团体就明确讲说，他们企业就只出钱，然后只能告诉他说这笔钱可以帮助多少个学生，他的营养午餐这一学期早餐这一个学期都能够每天有早餐吃。可是企业不能指定他要帮助的是哪一个地区、哪一个学校的哪一群的小朋友。所以这对于企业在做企业社会责任上就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因为他很难去呈报自己的绩效，因为不明确，就是我帮助的对象根本不明确，我没有办法去追踪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改善。然后甚至我还不知道，我如果想去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变得比较健康，我也不能去，因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钱会被分配到哪里去。所以在那一次会议之后，那间企业也选择跟邻乡良食合作，因为我们为他量身定做，我们是非常有弹性的，因为我们知道企业在做这件事情上一定要做出它的独特性，它才能长长久久。所以现在呢，企业也是第2年，而且所投入的资金跟我们合作，所投入的资金是越来越多。这是邻乡良食在做的事情，好像大家已经介绍完。就是我们因为在做的事情跟一般农产品平台不太一样，一般人都觉得，你就是一个，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想说我要帮小农，我要做农产品。可是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跟绝大部分的平台都是不一样。每一家公司在我们这边都非常的独特，我们都是去了解他们实际上的需求。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像我跟一个外商银行提案，我们也是今年是合作第3年。外商银行提案的时候，我是去把他们 global， 就是全球总公司他们在做的 CSR， 在各大洲。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各个分行所做的 CSR 计划，我都去看，因为这是需要公开的资讯。我去看了他们的在各大洲所做的事情，然后才来跟台湾的台湾的分行提案。我告诉他们说，你看你们总公司在非洲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帮助了在这个计划里面有20万个人农民得到帮助，那台湾是不是有机会来做类似的计划？因为总公司做这件事情，如果台湾也有机会做这件事情，那就能跟总公司的所要做的事的目标方向都是一致的。大家知道企业社会责任在外商在那个欧美国家早已经行之有年了，数十年的历史。像我一位客户，他们每年10月负责的 CSR， 也就是企业社会责任这一个领域的同仁，都会被叫到亚太区的，全部都聚集在一个国家，然后一起来开会，分享说，你在台湾做了什么？你在日本做了什么？你在马来西亚做了什么？你在菲律宾做了什么？他们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 review 每一个国家的分行他们在企业社会责任上的绩效，因为他们所有的绩效都要汇整到总公司，然后都要变成公司的整体绩效，然后公司要拿这个在全球的欧美的主要的这个先进国家这个舞台上去跟其他的银行来做竞争。而企业社会责任不只是做公益，企业社会责任是可以
增加自己公司的竞争力。所以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希望企业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能够为自己增加竞争力，增加销售，增加你们员工的认同感，增加你们这间公司大家觉得在这里工作很幸福。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台湾飞利浦公司，他跟我们的合作。他跟我们合作，从第1年开始就是跟他们的厨房家电是做结合的。大家知道外商公司吗？要在台湾卖厨房家电，其实他们知道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我怎么去说服台湾的人说，我外国人做的家电，然后适合做出来的料理能够适合你们台湾人，或是做出来的料理是你们觉得好吃好喝，然后又营养的。所以他跟我们的合作，我们跟他们提案就是做这件事情。我们在他们每一个厨房家电要上市的时候，我们就为他去选择配合那个厨房家电的食材，然后做不断的测试，选择一些食谱，然后就开始做测试，然后去为他们选择最适合的台湾的那个食材，然后跟他们一起搭配做行销。不管是他们做现场的 live demo， 就是现场做来试吃，或者是要做购买厨房家电的时候，直接当做那个让消费者去试喝的赠品也好，我们就为他做这件事情。结果我们第一个产品就是他们的豆浆机，就做得非常非常的成功。他们豆浆机一直到今年上半年到3月之前都一直是缺货的状态。然后只要适合过台，我们所提供的那个黄豆，台湾的黄豆，打电话过来要找的机会非常高，因为大家知道如果你到市场上去看，在台湾的超市里面所卖到的黄豆，大部分都是进口的，不管是哪一间超市，就算是你到后拉去看，它有专卖九阳豆浆机专用黄豆，那个也是进口的，因为买不到。可是飞利浦做的这件事情，让很多人知道，原来台湾的黄豆做出来的豆浆比进口的黄豆好喝非常非常的多。因为消费者买不到，就会去买超市的，就一比较就发现差很多。所以飞利浦做这件事情，对于他除了他的产品的销售有帮助之外，对于他那个产品制作中式料理的那个好印象，在消费者心里面也会提升。那另外很多的这个台湾的黄豆也被大家认识。可是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会帮企业做一些很特别的一些事情，像我们也有一间上市公司，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他们大家知道偏乡学校，就是他们在营养午餐上其实是比较缺乏的。他们营养真的比较缺乏，为什么？因为都市的学生虽然那个每一个学校学童的营养午餐费用，都是政府法令规定的，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不管是在台北市，不管是在花莲县，不管是在任何一个省，都是一样。只要你是国小学生，每一个营养午餐费用就是那样，能跟家长收的也就是那样的钱，不能够再多收。可是台北都会区的小朋友其实比较幸运，因为都会区的学校学生多，然后比较集中，距离不会很远，所以团膳业者愿意做。他们可是如果在偏乡的学校，距离比较远的，人数比较少的学校，团膳业者就不愿意接了，因为做划不来。他们要食材又用的比较少，收入比较少，然后还要送的比较远，所以很多偏乡的学校，他们不得已只好自己去请厨工。那厨工政府也不会多补一个的钱是给厨工啊，所以他们就只好从那个学童们缴的那个营养午餐的费用里面拿出钱来去请那个厨工。那最后就吃亏的就是小朋友嘛，因为钱减少了，然后本来他们采购就比较没有那个规模经济，所以学童本来买菜就会比较贵，所以他们在偏乡学校的学童，他们最好的
蛋白质的摄取来源就是麦克鸡块那一种，但没有其他的，那就是他们最好的蛋白质。那更不要讲说还要吃什么水果。所以我们跟这些上市公司，其实这些资讯都是我们去调查出来，不是那些上市公司哦，是我们是邻乡良食。虽然这个跟我们在做农产品没有直接相关，可是我们愿意为了企业，因为他们想要做这样的好事情，我们愿意为了他去把这些资讯调查出来。然后，所以我们就已经连续第二年跟这些公司在做，选择了7、8间的偏乡的学校学童，然后每个礼拜都会送豆浆，都会送豆浆当然是台湾黄豆的豆浆，送豆浆，然后会送那个有机的水果到这些学校去。就是跟我们合作的企业，就是他们在做的每一个计划都是真正确定了那一群他做这个计划产生的效益。我们先确定了帮助的对象是真正需要帮助的，然后我们也确定了所有要赠送的这个产品，它的品质是确定的，它的来源是确定的，它的交期都是确定的。所以邻乡良食就是在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以目前来看，可能类似的营运模式还没有，因为要跟我们大部分接触的单位，有些人会说是福卫，不是，我们都是跟永续部门，也就是企业社会责任这个部门的负责同仁在谈。然后我们也会因为企业做这些好事嘛，那我会为企业就是义务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他们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需要有人帮忙看一下的时候，我就会帮忙看一下，这都是义务的。因为我跟这些企业伙伴们都是好朋友，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先去计算自己能赚多少钱，我们先去算说偏乡的农民能够因为这样得到多少帮助，然后像刚刚那个企业团体，他们能够从中得到定下什么 KPI， 达到什么样的绩效。我们在做每一个计划都是为他们定 KPI 的。卖农产品，我不是为自己定 KPI， 我要卖多少钱，不是。我定的 KPI 是帮企业团体去定 KPI 的。所以我们我发现其实当我们自己不求自己的好处的时候，我不止一个客户这样问我们，他说你们到底有没有获利，有没有能生存得下去？我每次听到这句话，我都跟他们说有你们在帮我们想说我们有没有赚钱，我就不用担心我有没有赚钱。因为我知道连我的客户都开始主动关怀我们能不能生存得下去，那我更不用向他们推去做什么样的一定要提案，要逼他们买什么东西，我更不需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会主动帮忙。就像那个刚结束的5月的水蜜桃，其实农民他们说有很多小颗的水蜜桃，其实我很多时候也都不知道怎么办，我只能说上帝预备。每次遇到农民都说遇到他们说卖不掉啊，然后什么样规格很多啊，要帮忙的时候，我其实也都无头绪。除了祷告之外，我就只能找我这些企业的伙伴。结果打到汇丰银行去，他们说好，马上把规格寄给我，价格寄给我。他们3天之内订了800多行，订到那些农民奶奶们说都已经没有了，还是勉强了，就是一直撑到产季结束，然后才勉强把他们出来。然后第一次不用担心他们那个小规格的水蜜桃要往哪里卖，他们知道只要跟我们讲，就会有一群人去支持我们这样子的行动，然后一起来帮助。也许说帮助，可是从中获益的不只是农民们，而是这一群愿意购买的这些企业团体。就像我前几天去汇丰银行，他们就有员工同仁说，那个水蜜桃他们订的很好吃，对，因为我们做到包推包还，就是只要你收到水蜜桃里面有1颗坏掉，我们就整盒不算钱，我们会再帮你补给。我们能做到这样，是因为我们让我们把绝大多数的利润都交给了农民，然后我们在品质上的要求，我们
们在出货上要求都是跟他们一起做。我们自己会在中间做测试。当我们确定好的品质跟出货的要求之后，我们也会匿名，然后做各样的订购，然后来确定我们的整个出货的品质。只要出货的品质没有达到，我们宁愿我们有曾经做到就是终止出货，我们不再做。因为收入对我们来讲，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在做的就是希望能够帮我的企业客户跟偏乡社区这一群需要帮助的人，让他们有长期紧密的连接，两边都要学习，不能因为他比较弱势，然后他就不去学习。我一直要他们去学习成长，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的消费者的需求，你们能做到什么样程度就要努力去做，不能够摆着让它烂，或者是我就是这样，我出到行口就是这样。我出到盘商就是这样啊，那个价钱不一样，是好几倍了，所以绝对不能够让他们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不会抓着这些农民的资讯不放，像很多媒体都会现在做记者还蛮容易，他们都在网络上搜寻资讯，所以有些记者会打电话来问说我可不可以去采访我的农民，我就直接把电话给他，我从来不会隐藏这些资讯。只要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看到这些农民他们开始能够自力更生，所以我要利用企业的购买力，然后拉着他们有那个动力去改善自己的品质，提升自己的水准。所以有机会一定会让他们有成长，有机会一定会让他们能够走出去，就要自己走出去。我们有那个 TVBS 的记者去年跟我要了一个农民的电话，结果之后他的东西都卖到供不应求。当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很开心的，然后我们就会退出，然后让他自己做销售。我们不会扒着他，然后说，都是因为我帮了你，所以你才可以变得这么有名。那本来就是我们邻乡良食要该做的事情，我们并没有不需要鞠躬。我们发现有越来越多这样子的弱势的偏乡的农民得到了认同，得到了他自己可能想都没有想过的永远可以长期的帮助，那我们应该很开心，应该把这样子的权利、销售的权利再交还给他们，我们就会把当这情况发生，我们就交还给他们。那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当我们打电话到一个偏乡农民，有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那边已经有人认识我们了。然后其实最感动的，去年就发生一次，就是我打电话过去到花莲的某一个地方部落的农民那里，然后我就在电话里面就听到他们说，是邻乡良食，是他们要来帮助我们。对，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感动。我人在外面，可是当我还在讲电话，我眼泪都流下来，因为我们真的。我不知道，我们其实能做的事情不多，我们就是邻乡良食有做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真的诚实、真实、透明。我们的企业伙伴们都知道我们的利润是多少，对他们都是完全透明的，所有的定价、成本、资讯都是透明的。在做这件事情的好处就是，我举个例子，当我们能够坚持这件事情的时候，企业会很相信。我举一个例子，就像去年有一个外商的银行，他跟我们委托我们帮他办一次到外面去的大型活动，他们那时候有300多人参加，然后我们也找了当地的一个农民的协会组织，然后一起来帮忙，因为邀请他们找当地的妇女，因为我们希望同样一笔钱能够帮助到越多的人，会请当地的妇女，然后来做当地的餐饮啊，或者是来摆摊位啊，然后一起来工作啊，至少那一天那一天的活动都能够有收入。活动结束之后，然后就要请款，请款的时候，那个银行就说那就请那个当地的协会开个收据给他。这个问题就来了，如果我不诚实，我当初的报价是不诚实的，在这一次开收据的时候就会被发现。
可是我们的报价完全的是透明，完全的诚实。就是农民那个协会，那个乡下的那个协会，他们开的报价、餐饮、人工这些，我们就只有加上很诚实的加上一个比例是我们人要投入的费用，我就这样寄出去，我什么都没有改。结果在这一次，让我体悟到说，诚实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特别在我做这一块，做企业社会责任这一块，诚实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的企业客户非常非常的相信，因为他知道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而且说到就做到。让我看一下小抄。好，所以刚刚一开始有提到，我们一定要确认自己帮助的对象一定是真的，他们相对是比较贫穷缺乏的人。我们是有明确的5个指标去告诉企业团体说，这个农民是经过我们这样子评估，然后他的确是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不会去找大型农场，我们不会去找那些本来自己就很有能力的农人，那也不是我们原来的动机。我们是要帮助那个软弱疲乏的人。然后我们是坚持要有机，或者是至少无毒栽种。那我们对于，因为我们的客户都是企业团体，所以我们这个方面是马虎的。我们只要不确定的事情，我们全部都是直接送检验。那接下来我们会花20万买那个自己买那个农药的检验仪器，会在产地跟台北都会各放一台。然后主妇联盟的第1任总经理也是一位姐妹，她现在是我们的独立董事，所以她对我们的要求也非常非常的高。那当初会邀请她担任我们独立董事，当然也是希望借重她在这一个领域的专长、能力还有经验，所以她要求我们是很开心的，因为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客户来做负责，所以我们接受这样子的要求。那我觉得在做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最好的让我觉得很开心的事，就是我们到了每一间客户那里，或者是企业团体那边，我们都带着很多美丽的故事。这间企业团体，他们就想要听到说，那其他的企业团体想做什么事，在做什么事情？那在做，大家觉得那是不是机密呢？也不是。其实做企业社会责任，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大家都想要知道说，别人做了什么事情，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更创新的方法？所以大家不会想去模仿，然后可是都很乐于把自己的所做的好事情让别人知道。所以我们就扮演那个传递好消息的角色，我们带着各种各样的好消息，然后去告诉去到了各家企业团体，然后去跟大家分享，然后让更多人可以开始跟我们一起用创意，然后来做很多的好事情。在这里面，其实我还有一个分享的，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发现人没有好好管理这土地以及所有的动物、植物、天上的飞鸟、海里的鱼。这块土地已经有太多地方受伤了，人因为贪婪，然后让这块土地酸化，让这块土地失去了它原来的生机，人也因此失去了健康。可是相反的，我也看到了，在这个在做邻乡良食的工作之后，我也看到了神原来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当我们放弃了使用化学药剂，当我们放弃了使用除草剂，我在很多的偏乡部落或者是在农场里面都看到了，当它恢复自然的生机的时候，原始的生态的时候，它所种出来的果实是非常非常美好的，是远比用化学肥料，是远比用荷尔蒙所种出来的水果美味那种美味是没有办法去形容。每次尝到这样子的美味的时候，都会赞叹，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让台湾这块土地能够有越多，能够大部分的人都能够恢复到自然，然后健康的方式来做耕作，
来提供我们原来上帝所创造要给我们的食物。上帝创造的一切真的非常非常的美。那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因为邻乡良食所做的事情，然后开始好好管理神所赐给他们的土地，然后好好的来种植，然后能够供应健康，然后完全就是说充满美好，然后的这些食物，然后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吃得很健康。那在自己的这个工作上，曾经有一个公司的主管，他问我一件事情，他说：“你是不是基督徒？”我说是，我通常不会讲信仰，我说在工作上不会主动去提信仰的，也不会去说因为我是什么基督徒所以才做这件事情。可是客户自然，我们身旁的人自然会看得出来。当我们无私的去做这件事情，当我们无私的去不求自己的好处，然后只希望这个社会、这块土地，然后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他们就会看到我们不一样。我相信，我没有特别去说，因为我是什么样的身份，所以才做这件事情。可是，我相信，从我们的言语行为，从我们所做的事情，别人就会看见我们是不一样的一群人。我希望，我也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从我们所做的事情当中，一定可以让别人认识，原来属神的人是不一样的。属神的人是值得信任的，属神的人是可以放心把自己的工作交给他的，可以放心去依靠他的。我相信基督徒一定可以的，可是我们要在我们的领域当中，第一个我们要坚持刚刚所说到的，要诚实正直，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诚实正直都很重要。然后在我们的专业上要做到，尽量做到最好。要尽量在自己的领域里面成为客户所没有办法去取代的，没有办法找到取代的对象。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做到的话，每一位的事业都是上帝所祝福的，都能够借着各位去帮助更多的人。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因为差不多25分钟了。谢谢那个景文学长的分享。其实我有一次就是跟我另外一位学长也是共同创办人，然后就是去一间他们的那个银行，然后我也去摆摊，然后切水果，然后卖给他们。我那时候就是快结束的时候，还剩下一些2大箱，但是你让他扛回去其实是很累的。然后我另外那个学长他事先没有跟我说。然后我们就在想那2箱要怎么把它处理掉的时候，然后突然就有一个他们副总裁就走出来了，然后说你们还剩多少？我说这边还有2箱要闪，然后说那2大箱就全部送到 office 里面去。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就2个男生就把这2大箱扛进去之后，然后我那学长就跟我说，我刚刚其实有做一个祷告。我说神啊，你不要让我扛回去这2箱，这很重。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当中，因为也常看到在影像良食上面有很多的一个神的一个带领及恩典。我觉得神就是祝福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听说有这些企业，这个企业要跟哪里的小农去媒合之类的。我们从哪里找？我们一开始也是想说自己要先准备好，然后当时是透过因为你知道原住民朋友其实大部分都是长老教会的体系，或者是另外一个教会，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所以一开始也是
透过教会，然后认识了一群农民，然后就开始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把他们的友善环境就完全都没有农药，就是恢复到完全自然方式种植的产品能够销售出去。可是后来就企业客户越来越多，就不是我们发现不是这样做，而是应该从企业的我们是从企业的需求出发。企业的需求，每一个企业都有不同的计划要走，所以我们依照他的需求，然后到他们希望到的区域，然后他们希望的农产品的品项，然后我们去为他们找到需要帮助的人。那需要帮助，刚刚有说，其实我们有5个指标，那5个指标，用那5个指标可以去估算这一个农民他们的平均年收入。然后再从这个年收入去跟当地的平均的收入做比较，只要是他们在平均水准以下，然后他们就是我们需要帮助的对象，就这样。那可以继续问吗？因为我知道那个就是生鲜类东西，其实运送是一个很大的关卡。那你们是怎么样采取怎么样的方式？比如说有跟特定的货运合作，还是说是由小农负责，还是由你这边来处理？生鲜运送，我们现在目前都还是蔬果，还有就杂粮。然后我们在那个畜产类，跟那个海鲜，就是那个鱼虾类我们都没有碰，因为我们为什么不碰？最重要的原因是屠宰，就是像畜产类的东西。他们的屠宰，如果是小农，他们绝对不可能有那个无菌的屠宰空间，然后马上屠宰，然后处理完，然后还可以急速冷冻，没办法。所以那我们又不希望透过中间再一个大厂再经一手，然后让他们收入又大部分都被中间商不要讲过去，又被他们拿走。所以畜产类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办法做，那鱼货也没办法做，因为鱼货也是要急速冷冻。那种在一般小规模农民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对，那我们所以现在目前都是蔬果跟无杂粮。那只要需要冷藏的，我们都会是冷藏的。对，所以蔬果的跟无杂粮就是容易多的。那在安全性上，我们会请教那个，就是我刚刚说我们的独立董事主妇联盟第1任总经理的杨姐妹。不同的农产品有不同的包装方式才有保鲜。比如说无杂粮，像我们出飞利浦的黄豆，我们知道黄豆会有豆类会有黄曲毒素的问题，会有黄曲毒素的问题，所以当农民全部晒完，然后脱回完之后，他们一定是放到冷藏去保存的。然后只要他们运送出来24小时之内，我们就要把真空包起来。不然我们就还要继续放在冷藏。那我们自己的冷藏库也会在中部，在这个月吧，因为有些连锁的素食店要我们开始供货，所以我们就是建了我们自己的冷藏库，也会在中部。对，我们会有自己的冷藏库，接下来。所以每一种农产品它有不同的保存方式。那它加工，如果要加工的话，加工过程也有它的要求。我们都会选择那个就是主妇联盟或者是里人，他们长期在配合的那些加工厂或者是包装厂，然后委由他们来做处理。就是因为我们最主要透过企业团体，所以安全性非常非常重要。只要出过一次问题，就很不容易再去挽救这个生命。所以我们对于安全性的要求非常非常严格。就是主妇联盟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就算花多一点钱，我们也没关系，因为安全性最重要。毕竟是吃的东西。那只要有疑虑的，像刚刚水产、畜产、鸡鸭鱼这些，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因为屠宰的问题，小农没有办法解决。对，所以我们做。等到有一天我们自己有能力可以解决，帮农民解决，我们才会做。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做这个跟食品有关的那个行业嘛，
那你就是说你是，因为我知道你是做企业社会责任的，那其实有很多产业都可以做，那为什么你会针对就是食品这个行业去做？是有特别的故事吗？还是说有什么感动的地方？因为在偏乡或者是部落里面，你要让他们得到实质的改善，不是捐钱去或者是陪他们看看书。最主要的改善是要改善他们的经济。当他们经济得到改善，他们的小孩子才有希望。如果不然你只是捐钱，或者是你要寒暑假去读个书，或者是几个月去陪他们小孩子读个书，但没有长期的改善。所以那在这偏乡跟部落，他们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就是农业为主，所以当初才做农业。所以我们也从农业跟偏乡的其他的需求，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计划。所以也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当初选择农业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经济要能改善，才有其他的机会，不管是家庭的关系，或者是小朋友的就学的，才会有机会。经济不改善，其他都没有用，所以我们才从农业来着手。开放最后一个。所以你们的工作内容就是，比如说，好，今天汇丰银行找你们，然后他说他有一笔钱，比如说1000万，他想要帮助，那你们就会用这1000万开始去帮他建构一个案子。我们会先了解他们的需求，跟他们国外全球总公司他们希望达到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目标，然后再去帮他们展开在台湾觉得适合做的事情。所以你们手边都会有说有1、2、3、4、5个 standby 的。你觉得，如果比如说某个银行 OK， 比如说这 budget 1000万可以，那就是给1号，然后另外500万给2号，这样的方式吗？你说 ABC 是农民吗？对之类的。认识的农民很多了，可是我们会不一定这个企业团体他就会指定那一个地区。他们一定有些企业团体会指定地区的，像我刚刚说的，有送偏乡学校那个学童的营养补充的水果豆浆，他们是有指定小学的。那我们当然也可以做接力，像我们最近有一间竹科上市公司，他们要做他们的团膳要改成有机蔬菜。那我们希望帮他们做的事情是不要做那么简单，我们去驻地，然后我们知道他们刚好新竹苗栗，我们在苗栗刚好知道他们长期有去支持捐赠物资给某一个偏乡的小学。然后，所以我们说，那偏乡小学刚好在我们那个什么，就是集货场附近而已。那我们就来，可不可以他们团膳做这件事情也能，团膳采购有机蔬菜可以跟这个偏乡小学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怎么结合？好，邻乡良食出面来去租一块地，把钱，所以做这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效益出来了，活化闲置农地，那这个荣耀给谁？客户，不是我们。我们去租一块地，然后把它活化，然后开始种有机蔬菜。有机蔬菜供应这间竹科的公司。好，那供应竹科的公司之外，我们需要人手，就去雇佣他们所长期捐赠物资的那间学校的家长，没有工作的就来打工。好，所以做这件事情对这间公司来讲非常非常有效益。他们员工知道有机蔬菜，而且是自己所长期关注的某些学校的比较没有工作机会的那些家长来这边打工，他们生活得到改善。那他们不用捐赠物资只是其中一小的部分，可是家长的收入得到改善，我们还跟学校的这个都是义务的，这对我们家来讲都是义务。我们去找学校校长，然后学校校长说，那这笔钱不要直接给学生家长，他们会帮我们开一个专户，在由学校来看这些学童们，他们需要哪一些的帮助，然后再拨款给他们去用，这样子会避免家长拿到钱，有些喜欢喝酒的，然后就把它喝掉。所以一个企业在邻乡良食做的计划，非常多的效益。我们是依照它不同的需求来做的。那后面这些都是我们去设计的。他们在一开始只是说他们要采购有机蔬菜，
那我们就去了解说，那他在过去还做了什么事情，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吗？有没有能够更多的效益出现？所以这是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说，邻乡良食在做的事情，并不是很单纯的做媒合。我们是为企业需求去把它重新计划，甚至他们都没想到可以这样做的，然后我们就告诉他们，你们可以这样做，然后邻乡良食可以帮你们做到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希望同样一笔钱在这社会当中运转的时候，在这计划当中运转的时候，获益的人越多越好。